这100年来影响我们的文学史观，也影响我们对文学作品跟文学家的判断，可以说是最有力的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胡适，好，其实就是54的代表人物之一。那各位要注意，他的文学史观到现在依然根深蒂固。以后我们慢慢在文学史的课堂上面呢，可能会帮你们澄清一些观念哦。那我印象很深，就是去年我们谈的白居易，简单有提到，结果呢，那个班通常没有问题的，却在那个单元之后有了问题。一个男同学跑来问我，他说：“老师，你讲的这些白居易为什么跟我们以前学的都不一样？”好，然后我只好说，我不知道以前你们是受什么教育，但是我非常了解，应该跟我是一样的。在那样的教育背景底下，白居易是不是就是忧国忧民，对不对？写凤玉诗嘛，有没有什么新丰折背翁？有没有买花？还是你们连这个都没学过？不会吧？好，等等，好，所以就觉得他就是杜甫的继承人，好，所以很伟大，很怎么样之类。但是我们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也许就不是这个样子哦。那或者是从作家的人格来讲，也许也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也很无奈，就是说，原来我们从小到大所受到的国文教育，实际上呢，都不知不觉的还笼罩在这样的一个54的文学史观之下。所以呢，他们的史观所进行的取舍跟评价，如今还在影响着我们对于作家跟作品的判断。好，那到底54史观是什么呢？非常简单，因为那个时代的这个全球的流行的这个主流思潮，以及当时中国的那一种被殖民很久之后的一个国际地位，然后为了什么这个富国强兵，为了力图振作什么这样各种的现实的政治的目的，以至于呢，我们对于文学呢也都抱着一种顺应当时需要的一种眼光来看待。所以简单说，以这个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作为代表，它其实就是54的文学史观的一个体现啊。那么首先各位可以看到，胡适他自称他是所谓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他为什么写白话文学史？他说，因为他认为中国文学就是在一个历史进化的情况底下呢，所以进展到今天的白话文，所以白话文是最进步的，是革新的。那么以前的文言文、骈文，好，这些东西都是老旧的、没有意义的文字游戏，是文人们的自说自话，好，要如何如何之类。好，可是请注意，这一套说法背后的那个理论是什么呢？各位，请你们注意一下哦，其实是来自西方，就是所谓的演化观。他们把那个简单说，我觉得达尔文是天才，哈，在他在加拉巴哥群岛有没有？那时候他才26岁，就已经奠定他将来进化观的各种基础。他是个天才，我非常崇拜他。但是你不可以把他的观念应用在人文上面，这是完全两回事情。生物的演化跟人文那是不同的领域。但是很不幸的是，即便在西方，他们呢都已经把那一套进化观呢用在人文历史的解释上哦，尤其是英国的那个 Spencer， 他的自然演化说，好，他的说法的重点是，他认为所谓的自然演化呢是一种从简单到复杂的一个进展法则。那在这样的一个观念底下呢，就是越晚出的就一定越好。所谓的后出转精，后来居上，那这就是一种所谓的进步的观念。那结果他把这个自然演化呢应用在文学的解释上哦，他就会认为说，那文学为什么会是进展的？从过去到后来，为什么从谢灵运到杜甫之类？所以呢，用这一套理论套上去之后，他就会认为文学终究会朝着某种固定的方向，或者是观念，或者是某一个目标去发展。好像人类整体1-2000年的文学作品，就好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目标在引领它前进，所以最终白话文一定会胜利。
这样懂意思吗？好，这是他们的观念。好，那所以呢，他们这一派的意见就认为，撰写文学史的人呐，你就应该要描述甚至证明这样的一个文学精神开展的过程。好，然后呢，中间有各种阻碍，这样的一个人类精神进步的过程是怎么样被克服的，而最后呢，实现了这个伟大的目标。好，就是什么平民胜利，对不对？白话文最优秀，哈，因为它是能够让每个人都来抒发自我的一种工具，所以骈文啊、七律诗啊都不好。好，这个是胡适把它用过来之后，产生的一个结果。那当然，中国文学最早还是呢，必须要追踪到先秦。好，我知道有些文学史的写作呢，会把他们的开宗明义第一篇放在那个考古文物上面的什么铭文啊、篆刻啊这些东西哦。但是那些东西，我认为它根本不是文学作品，好，也不具有文学因素。所以我们完全不谈。好，我们要谈的就是它已经是一个文字所构成的一个有脉络的、有机的，而且呢是可以用文学的角度去理解的那些对象上。好，所以呢，请各位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呢，基本上分为2大类。好，各位请看哦，第一类呢，以先秦的文学来说，第一类是非纯文学的部分。第二类呢是纯文学的部分，这就是先秦时代我所划分的2个类型。但是呢，请各位注意一下，第一类为什么我分出一个非纯文学的部分呢？正是因为刚刚所说的这些非文学作品呢，非纯文学作品，事实上呢，里面包含了很重要的文学因素，而且它确实也在后来的文学史上面呢有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呢，区分出来，也做一些交代哦。那请各位注意一下，非纯文学的部分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神话类。好，神话本身不是严格意义的文学作品，但是它的情节、人物构设以及很多的基本意象，甚至一个世界观、宇宙观，对后来的文学写作都有深远的影响。一直到《红楼梦》不也用女娲补天来打开它的叙事架构吗？所以你就可想而知，神话影响太过深远。那我们呢，这个是非纯文学的这个部分的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就是历史著作哦。那么历史著作各位都知道，事实上它属于史学。可是呢，在中国的文字书写的早期发展，事实上呢，常常是文史哲不分，对不对？那尤其历史著作，它因为呢涉及到人物、事件好的这些描述，它事实上跟叙事文学是有很高度的关系。好，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把它划分进来，变成呢先秦文学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必须要注意到的一个单元哦。那所以现在先回到我们非纯文学部分的第一类，就是神话类。那神话呢，当然事实上恐怕比文字更早就已经在出名的思维以及他们的口耳之间相传。好，那记录的是什么呢？记录的是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对于他们现在所面临到的这个周遭自然万物的解释。好，甚至于呢，对于人类的命运，好，也提出他们的一套看法。那所以它甚至可能在有文字之前呢，就已经在口头之间流传。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最前面的原因，是因为从时间的发生学来说，它是最早的。好，那后来才慢慢有了文字之后呢，再把它记录下来。那有文字记录之后呢，主要是被收纳在哪些作品里面呢？各位请看一下哈，主要的有《山海经》，好，那有《庄子》，有《楚辞》，有《穆天子传》，有《淮南子》和《列子》。好，这大概就是最重要的6部保留跟搜罗神话最多的文献作品。各位不要误会，其中的《楚辞》标准的是一篇文学作品，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不要误会。我说我把《楚辞》放在这里，是指《楚辞》中所含有的神话，那个神话是非纯文学部分。这样懂意思吗？但是呢，非纯文学部分的神话，它可以被保留在非纯文学作品里面，也可以被保留在纯文学作品里面，这样听得懂哦？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什么叫做神话？那神话是这样子的哦，事实上呢，因为神话有各式各样的定义，
那我找几个比较有价值的说法来给各位做参考，请注意哦。神话最原始的定义，老实说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定义，就是神话说的是神的故事。好，这个事实上是最早的神话的现象，可是老早已经不能够涵盖神话的重要价值。好，所以神话早就不是什么只讲神的故事而已了哦。所以我们阳气，但是你们可以参考。好，可是我们基本上不在这边用这样的角度来谈。那所以呢，简单说，透过一些学者们深入对于神话的价值的认识，他告诉我们说，神话是什么呢？神话是原始人类的综合的意识形态，是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是他们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又是他们的愿望的表达。但是各位要注意，你不要因此以为原始人类的那个原始思维所产生的原始神话就比较落后、比较粗浅，甚至迷信，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西方，尤其是欧洲学术界最优秀的学者，包括莱维斯托、李维斯托，还有呢卡西勒，还有很多重要的学者，他们一致都告诉我们说，事实上神话的内容里面有无比严谨的逻辑跟结构，跟我们现代人自以为非常先进文明的人类的严格性是完全一样的。好，那是因为你不懂，所以你才觉得他们是迷信是胡说，不是的。它里面有一套非常严谨的结构，然后呢，他们体现出人类的内在心灵是多么的迷人，它并没有时间先后的差别，所以没有所谓的线性进步意识的问题哦。以盘古开天来讲，是很清楚的告诉你为什么会有天，会有地，会有大地，会有泥土，会有日月星辰，听过吗？考你们，盘古死了之后，这个呢又有另外一个名词哦。以西方的角度来讲，盘古死了之后，是不是他的遗体各个部分就化为这个天地宇宙的构成，对不对？那先考你们哈，我等一下再告诉你们哦。他死后呢，他身体的骨骼变成了世界的什么构成？那牙齿变成什么呢？眼睛、肌肉。那他的血管变成什么？其中一个好玩的是，请问他的头发变成什么？